21岁的莱昂纳多，盛世美颜，惊为天人。谁不会为这个清脆的少年心动？谁不想成为他的爱人？谁不想拉他入怀？21岁的他就是坠入人间的天使。当他化身为放浪形骸、恃才傲物的天才诗人兰波，与纠缠一生、相爱相杀的同性恋人魏尔伦，会碰撞出怎样瑰丽的爱情故事呢？今天就让我们观看电影《心之泉石》，了解被莱昂纳多赋予灵魂的兰波如何爱他所爱。电影开始，17岁的兰波接受著名诗人魏尔伦的邀请，乘坐火车前往巴黎与他相见。火车在山间穿梭，烟气散漫于雾中。兰波抵达巴黎火车站时，魏尔伦迫不及待前来迎接，但天性潇洒的兰波早已散步于巴黎市区。他来到魏尔伦的家中，与魏尔伦的家人见面。兰波衣着简陋，与这个奢华的家庭格格不入。在餐桌上，出身乡下的兰波毫无规矩可言，但魏尔伦无视他的缺点，赞叹他是天才，无人匹敌。饭后，魏尔伦带着兰波来到酒吧，请他喝酒聊天。两人谈笑风生，紧接着两人闲庭漫步。兰波对魏尔伦的新诗十分有意见，称其为垃圾。魏尔伦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认真倾听他的见解。慢慢的，两人争论起爱是什么。魏尔伦的眼睛紧紧盯着兰波，在酒精的陶醉下，他被眼前的少年深深吸引。深夜回到家中，魏尔伦读起兰波的诗。他的妻子莎莉对兰波有些意见，但魏尔伦无视他的意见，沉迷于诗中。另一边，借住在魏尔伦家中的兰波举着蜡烛，在房间里四处闲逛。他发现一个玉雕的狗，不由得学起狗叫，接着打碎它，扔进火炉中。这时，魏尔伦正感受莎莉肚中的孩子，氛围很是甜蜜。莎莉提起兰波的缺点，这瞬间惹怒魏尔伦，他大发雷霆。魏尔伦的岳父回来，看见兰波将他最爱的玉雕砸碎，很是气愤，立马让兰波滚出这里。第二天清晨，岳父将赶走兰波这件事告诉给魏尔伦。在他看来，魏尔伦这个上门女婿毫无尊严。魏尔伦不顾倾盆大雨，奔出去寻找兰波。他跑过大街小巷，终于在雨中的长椅上发现了潇洒的少年。魏尔伦带着他来到一处阁楼，这里是他为兰波置办的住处，也是两人的秘密基地。兰波擦拭着头发，询问魏尔伦是否爱他妻子。魏尔伦表示他深爱着莎莉，但兰波一针见血，指出他对莎莉只有欲望。夜色降临，魏尔伦离开阁楼，兰波站在窗户上表演了一段脱衣舞，作为送别礼物。魏尔伦回到家中，莎莉等候多时，因为兰波的问题，两人发生争执。魏尔伦甚至将怀孕的莎莉推倒在地。人渣呀！岳父母赶紧过来照顾莎莉。魏尔伦无法忍受他们的目光，选择逃避这里。他找到兰波，两人相谈甚欢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魏尔伦就像一名老师，带着兰波体验巴黎的繁华和文学的繁荣。在一场诗歌分享会上，兰波大肆批判别人的诗歌是狗屎，他将一切破坏，如同他伟大的作品般扰乱世界。两人回到阁楼休息，兰波提议私奔。魏尔伦有些顾虑，他是上门女婿，没钱，但兰波献出身体抵消了他的顾虑。一夜春宵后，魏尔伦醉醺醺地回到家中。莎莉已生下孩子，魏尔伦当即想来一发，莎莉十分抗拒，魏尔伦只好睡觉。另一边，兰波回到乡下的家中，他的妹妹上前迎接。兰波在农舍中支起书桌，开始写诗，并对母亲表示他会成为诗人，跟魏尔伦远行，不再被农田与俗世束缚。然后他回到巴黎，与魏尔伦同居生活。此时，莎莉提议离婚。魏尔伦回到家中，大发雷霆，砸坏物件，甚至用蜡烛点燃莎莉的头发。他简直疯了。在酒吧，魏尔伦面对自己的暴行毫无悔过，并发表人渣宣言，他就是爱莎莉的肉体，
兰波在一旁听着，酒意正浓，两人互表心意。接下来又是一番床上战斗。春宵过后，魏尔伦深情地注视着熟睡的少年。兰波醒来，表示他们离开的时间到了，但魏尔伦无法离开莎莉。他们来到乡间田野，嬉戏打闹，放纵自我，像绵羊般趴在地上吃草、说话，亲近大自然。玩够了，两人在这里野餐。兰波表演自己的独门绝技蝴蝶谷开瓶盖。吃饱喝足后，他们继续探索田间，穿过芦苇丛，他们来到大海。兰波像无忧鸟般在海边放纵，他是潇洒的少年，不畏汹涌波涛。魏尔伦愈发沉迷于他。某天清晨，魏尔伦蹑手蹑脚地出门，似乎有什么事要瞒着兰波。兰波被惊醒后，紧跟在他的后面。魏尔伦来到宾馆，与莎莉共度良宵。夫妻之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他们和好如初。结束后，魏尔伦跟莎莉聊天。由于自由公社坍塌，此时的他需要避风头，但他无法舍弃兰波。莎莉提议他们可以移民去新苏格兰，毕竟那里有很多他的公社朋友。魏尔伦经过沉思，接受了莎莉的提议。莎莉走出房间，兰波早已等候多时。两人第一次交锋，兰波想获得胜利，但他终究不是莎莉的对手。兰波被气得怒火中烧，他推开大门，见到正在穿衣的魏尔伦，捉奸在床。魏尔伦表示他要跟莎莉回巴黎，兰波没有说话，转身离开这里。魏尔伦赶紧挽留，两人第一次发生矛盾，但兰波无法阻拦这一切。魏尔伦坐上前往巴黎的火车，莎莉坐在一旁喂他吃葡萄，简直是人生赢家。在检查证件时，魏尔伦这个心机婊编造理由离开莎莉的身边，然后跟兰波踏上去往伦敦的路，顺便嘲讽莎莉一波。他们坐上游船前往伦敦，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，热情相拥。来到伦敦，他们住在一起，探讨诗歌，谈起为何选择对方。兰波认为这是某种互补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两人的钱所剩无几。魏尔伦提议兰波去工作，但兰波认为他是为创造而生，怎能为五斗米折腰。莎莉向政府举报两人不正常的关系，申请分居，这让他们很痛苦。在那时，同性恋被称为鸡奸，是要遭遇牢狱之灾的。兰波看到去往非洲的船，心生向往，他想去非洲，感受风吹过棕榈叶的声音。兰波有些苦恼，他现在无法写出满意的作品，无论是在图书馆还是家中。喝醉的魏尔伦回来，他为莎莉的事烦恼。面对兰波的冷漠，他痛斥兰波变了。兰波转身离开，魏尔伦急忙转上，但兰波拒绝他的亲近。深夜，兰波一直说着梦话，前进，前进，前进。某天，兰波来到图书馆写作，他已经无法创造出满意的作品。这一次，他崩溃大叫。他回到家中，躺在床上休养。一旁，魏尔伦正在绘画。兰波谈论起自己的创造思想，并嘲讽魏尔伦所有的缺点。魏尔伦也质问兰波为何要跟他私奔到伦敦。两人再一次爆发争吵，刻薄的话不停伤害着对方。魏尔伦不忍倾听，离开这里。他来到菜市场，买了一条鱼。回来后，兰波无情的嘲笑迎面而来。魏尔伦选择逃走，兰波紧追不舍。他们在伦敦街头追逐，等兰波追上时，魏尔伦已踏上回归巴黎的小船。兰波望着他离去的身影，苦苦挽留，但魏尔伦累了。几天后，兰波再次找到魏尔伦，见面就给他一巴掌，然后两人互殴。或许这就是他们的爱。他们互相道歉。魏尔伦买了一把手枪，然后醉醺醺地回到家中。兰波正在收拾行李，他们再次争吵。魏尔伦用枪射伤了兰波。政府派人抓捕正在争吵的他们，并审判他们是否犯下鸡奸罪。很显然，
魏尔伦被判有罪，监禁2年。兰波则落魄地回到老家，家人正坐在一起吃饭，他哭泣着，大喊魏尔伦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兰波在农舍中依旧无法写下满意的作品，而魏尔伦在监狱中穿着木头鞋子认真服刑。深夜，母亲查看兰波写的东西，她难以理解，但兰波没有解释，拿着自己的废稿让妹妹扔进火炉中。2年后，2人再次相见，兰波让魏尔伦选择，是他的身体还是他的灵魂。颜狗的魏尔伦当然选择身体。兰波气愤地离开这里，走入丛林中。几年过后，兰波来到梦想之地非洲，尽管有了情人，但依旧没有写诗。兰波在非洲待了10年，某天他患上疾病，疼痛无法言表。当地没有医生，他雇佣10人抬着担架前往海边。行程持续了2个星期，他一直大喊前进，前进。兰波被送到巴黎就医，医生锯掉了他的一条腿。随后他回到老家养病，他的妹妹一直照顾他。某天他梦见马车，似乎他的生命要走到今天。随后他坐上马车返回太阳之下，妹妹也随同照顾，母亲则注视着他们的离开。马车上，兰波真正走到生命的尽头，盖上白布死去。妹妹找到年老的魏尔伦，让他把兰波的诗稿归还，2人拼凑出兰波的一生。等妹妹走后，魏尔伦点起2杯苦艾酒，年轻的兰波恍惚间出现。魏尔伦问是否爱他，兰波亲吻了他的手。魏尔伦看着手，陷入深深沉思。或许他爱着兰波，但一切都是悲剧。全篇完。天才总是天爱，人爱却往往不会自爱。看完整部电影，我们无法得知为何兰波会爱上秃顶油腻男魏尔伦，也不明白为什么兰波追寻太阳。但有一件事无法忘记，我们已经被兰波的潇洒自由深深折服。莱昂纳多赋予电影中兰波灵魂，我们都曾被莱昂纳多的美惊艳。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不算是一部爱情片，而是纪录片，记录莱昂纳多短暂的美丽。电影展现出魏尔伦和兰波的爱情，如同片名般，心之全实。我的心装满了他，但他们的爱，我等凡人无法读懂。大师们的爱情总是瑰丽怪异。找到了，什么？永恒。那是太阳与海，交相辉映。